楚风哥哥，你真的不记得了吗？宋允再度对楚风问道。不能说是不记得，我觉得我的记忆就停留在被攻击的时候，我根本不曾击败那些怪物。我总觉得现在的情况另有缘由。丫头，你苏醒后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楚风对宋允询问道。他并不觉得是自己解救了宋允，也不觉得是他拿到了圣玉珠，他关于这方面根本就没有记忆。他觉得很可能是有人暗中帮助，或者说是另有缘由。没有啊，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只看到了你，而且圣玉珠是在你手里发现的。我的楚风哥哥，你肯定是经历了什么，所以导致你失忆了。不过看你状态还好，我也就放心了。你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也许过段时间你就会想起来了。总之还是谢谢楚风哥哥了，若不是你，我也不会得到圣玉珠。宋允一脸感激地对楚风说道。你这丫头跟我还客气什么？楚风淡淡的笑了笑，随后便又开始观察四周。他还是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想要寻找一些线索出来。忽然阵阵钟声自天际之上传来，紧接着又有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那声音极为响亮，是以阵法的力量传递下来，几乎覆盖了整座运雾森林。只是这次响起的声音并不是那个白胡子界灵师，是一个陌生的老者声音。那位老者宣布，第一轮考核时间已到，未能集齐钥匙穿过结界的人全部被淘汰，接下来接受考验的便是如楚风这种穿过了结界得以继续留在这运雾森林中的人。这一轮考验相比于第一轮更难，当那些被淘汰之人传送出这运雾森林之后，那将运雾森林一分为二的结界墙壁将会消失，而在这整个运雾森林的上方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结界地图。根据结界地图的线索，可以找到3个结界门，进入结界门内，掌控结界门内的阵法者便可以通过考核获得参加招亲大会的名额。这次考核没有时间限制，但机会只有13个。当3个结界门内的主阵法都被人掌控之后，那些未能掌控主阵法的人便都会被淘汰出局。老者讲述之后，虚空之上便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一个巨大且耀眼的结界地图如星河一般出现在了云雾森林的上方，这里面便蕴藏着3个结界门所藏匿的位置，只要能够掌控任意一座结界门的主阵法，就可以获得参加招亲大会名额的机会。现在我们就等着被淘汰，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看着虚空之上出现的结界地图，宋允笑眯眯地说道。可是楚风却认真地观察了起来，他张开了天眼，目光在那巨大的结界中快速移动。楚风起初一脸凝重，但很快那凝重的表情便被一抹淡淡的笑容所取代。紧接着楚风释放出磅礴的结界之力，布置了一座隐藏阵法，将宋允覆盖在当中，但楚风自己却是走出了那隐藏阵法，且对宋允说道，丫头，你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着，等到被淘汰之后就乖乖带回家。楚风哥哥，你该不会要去挑战招亲大会吧？宋允何其聪明，很快便明白了楚风的打算。我想去试一试。楚风说道。楚风哥哥，你可真是色迷心窍啊，怎么一听到招亲大会就控制不住自己呢？你的对手可不仅仅是在这运雾森林里的结界天才们，在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天才等着呢，你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的，你控制一下你自己好不好？宋允极力劝阻道。傻丫头，你说什么呢？你楚风哥哥我像是那么色的人吗？我只是对修罗藏地感兴趣，而先前那位前辈的意思好像是说得到招亲大会名额就可以靠近修罗藏地，所以我才想试一试。你放心，我的目标只是修罗藏地，不会冒险的，若是遇到不妙我就立刻弃权。楚风解释道。疯了，修罗藏地比这招亲大会还要危险，你不可以去。宋允也从阵法内跑了出来，紧紧地抱住楚风的胳膊，用力地想将楚风拉入到隐藏阵法之中。丫头别闹了，我已经找到了结界门的位置，你可不要帮倒忙啊。楚风说道。那你若非要去，我也陪你一起去。宋允说道。傻丫头，别添乱了，你还是待在这里，这里比较安全。楚风劝道。不，除非带我一起去，不然我不放你走。宋允死死地抱着楚风的胳膊，一脸倔强地说道。宋允执意要跟随楚风，楚风没有办法，只得带着宋允同行。楚风按照自己发现的地图轨迹，很快便来到了其中一道结界门的入口处。这个地方隐于一片寻常的丛林之中，就如同之前的钥匙阵法一样，你若感应不到它，哪怕它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哪怕从他身旁经过，你也同样感觉不到。事实上，这个入口它比那钥匙阵法还要隐蔽，凭借天眼的力量，楚风是能够看到钥匙阵法的。可这个入口，楚风不仅看不到，也感应不到。楚风哥哥，你确定这里就是那个入口处吗？不瞒你说，我好歹也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虽然结界之术不如你，可我也擅长一些观察手段，但是这里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啊。宋允这个淘气的丫头并没有老实的站在原地，而是跃身而起，坐在树干之上，一边摆弄修长的小腿，一边对楚风说道。丫头，虽然你天赋不错，但是还是嫩了一点啊，看你楚风哥哥表现。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释放出结界之力。只见楚风手掌如笔，结界之力如墨，在其勾勒之下，一座特殊的阵法便布置而出。之所以特殊，是这阵法虽有阵法之形，但却没有阵法的力量，那是星图。可看到这阵法之后，宋允的美眸却忽然变得明亮起来。他发现楚风所布置阵法乃是遮蔽虚空的璀璨地图的一部分。不错，倒是没有辱没圣袍界灵师，你总归是看出了一些东西。楚风点了点头，随后手指向前一点，那飘荡于身前的阵法便向前飘荡而去。忽然，那阵法就像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一样，立即四散开来。四散的阵法化作一片光华，而光华所过之处竟有实物浮现。当此物彻底浮现之后，可以看到那乃是一座石门。好厉害，居然真的被你找到了！宋允从树上一跃而下，对楚风拍手叫绝。虽然这石门看上去很是普通，但宋允也知道这必然就是那3道结界门之一。丫头，我事先与你说好，这里面可不是好玩的地方，里面必有凶险之处，你若执意随我进去，我比
能保你安宁，若出现意外，可别怨我。楚风对宋允说道：“放心吧，楚风哥哥，我绝对不给你添乱，也绝对不成为你的负担。倘若我的实力真的在里面走不下去，我就立刻掉头跑出来。”宋允仰着小脸保证道。而看着这样的宋允，楚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带着这个丫头一同踏入其中。当楚风和宋允踏入结界门之后，这石门便消失了，不过只是从这片森林中消失了。楚风和宋允的身后那道石门还在，这说明他们是有退路的，只要想离开，的确可以随时离开。看到石门还在，楚风倒也松了一口气。而石门之内的世界，则是一个四处都是石壁的岩洞。尽管楚风知道这都是结界阵法所化，可却偏偏看不出这岩壁的破绽，以假乱真，足以证明这结界阵法的布阵者实力远在楚风之上。但楚风关注的可不是岩壁的真假与否，他的目光不停地扫视前方，乃是想要提前洞察出机关所在。只是走了没多久，楚风便停了下来。之所以停下，是他发现宋允这个丫头不走了。那个丫头站在原地，低着头，一脸的沮丧。丫头，怎么了？不明真相的楚风关切地问道。楚风哥哥，这里面的阵法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我必须要走了，否则会连累你。宋允说道。可听宋允这样一说，楚风反倒是十分开心。他从一开始就不想带宋允进来，就怕遇到意外，没有办法护其周全。倘若宋允离开，那反而正合楚风心意。傻丫头，这个地方当然不一样，你若要走，我送你出去。楚风一边说着，便一边拉着宋允向回走去。而之前还十分执拗的宋允，这一次则是乖巧的跟着楚风向回走去。只是走到石门处的时候，宋允却忽然停了下来。要我走也可以，把这个吃掉。宋允说话间，从袖子中取出了一颗丹药，这丹药为金色，可里面却蕴藏着一点黑色。说是丹药，但看上去却又像是一颗珠子。丫头，你不会又要给我下毒吧？楚风看着眼前这颗他看不透的丹药问道。真是的，我哪里有害过你？快服下，这是帮你的好东西。宋允说道。好好好，我服下。楚风见状，只得接过那颗丹药，随后便丢入口中。这颗丹药入口之后，楚风便发觉它竟然直接进入了自己的灵魂深处。紧接着，一股奇异的气息开始席卷自己的全身，那种感觉就像是要与自己融合一般，只是这融合的速度比较慢。丫头，这到底是什么啊？楚风问道。反正是好东西就是了，需要一些时间消化，等它彻底消化掉了，你就会感谢我了。好了，楚风哥哥，我走了。宋允笑嘻嘻的摆了摆手，随后便直接走出了石门之中。这丫头总是神秘兮兮的。楚风看着宋允离开，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后又观察了一下体内的丹药，发现仍旧看不出异样之后，也索性不再观察，而是继续向着岩洞深处走去。但楚风不知道的是，他吞服下的其实就是圣玉珠，但却不是纯粹的圣玉珠，因为宋允那个丫头还在圣玉珠里面融合了另外一种材料。宋允虽然是笑着走出石门的，可当他从石门走出，离开楚风的视线之后，脸色却顿时变得阴沉起来。这个家伙怎么来了？他有这个本事，这么快就找到这里？宋允目光阴沉地看着远方，随后他隐藏身形，躲到了一旁。没过多久，有一道身影来到了此处，此人乃是公孙家3位天才之一公孙类宇。公孙类宇径直地来到石门所在的位置，因为眼下石门再度消失，所以公孙类来到此处后，也是根本难以发现石门位置的。但他不慌不忙，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卷轴，这卷轴上面不仅标记了这石门所在的位置，上面还有召唤石门的星图阵法，并且还有着一个地图以及另外一座较为复杂的阵法，就是这里了。公孙类宇按照卷轴上的记载布置阵法，很是轻松的就将石门召唤了出来。看到石门出现，公孙类宇的脸上并没有太多惊喜，反而是淡淡的一笑，就宛如找到此处，对于他而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样。随后，公孙类宇便迈开步伐，打算踏入石门之中。可忽然之间，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直接将公孙类宇压迫得人仰马翻，躺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这感觉是武力，前辈为何要对我出手啊？我是公孙家的公孙类宇啊！公孙类宇深知此处小辈无法使用武力，并且此时的武力乃是武尊境，所以他第一反应便是黑煞老魔的手下对他出手了。公孙类宇，老夫问你，你手中的卷轴从何而来？一道苍老且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但其实这是宋允伪装的声音。他本就觉得公孙类宇能够这么快找到这里并不合理，而眼下公孙类宇手中的卷轴则是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对的。这卷轴上面若只是记在这石门的位置倒也罢了，居然还有地图，而那地图宋允有些熟悉，那正是进入石门后的地图。公孙类宇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只通过覆盖天空的阵法就判断出石门内的情况，况且那卷轴上面除了石门内的地图外，还有着一座大阵。宋允毕竟也是一位界灵师，他能够看出来那大阵是用来掌控阵法的大阵，也就是说凭借卷轴上记载的阵法，公孙类宇可以轻松的掌控结界门内的主阵法，轻松的获得招亲大会的一个名额。有这样的卷轴在手，公孙类宇从一开始就占尽了先机。可这样的地图本不该出现在他这种参赛选手的手中，除非前辈，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地图啊。公孙类宇说道。放屁，在老夫面前还敢装虚弄假，看老夫不要你狗命！宋允此话说完，那威压的气息顿时变得更强。只听公孙类宇身上传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他浑身的骨骼都被宋允的威压给硬生生压断开来。啊！前辈住手！我说！公孙类宇一阵惨叫，本来还想隐瞒的他，眼见着对方如此狠辣，也是不得不如实说出事情由来。原来公孙家早就事先收买了负责掌控此地阵法的一位长老，这卷轴正是那长老给他们的。不仅他手中有，他公孙家的另外2位天才手中也有。有着卷轴在手，他们公孙家的3位天才可以说是内定了此处的3个名额，真是无耻！快说，
是哪个长老给你的地图？宋允再度问道。前辈，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地图是我族前辈给我的，而我族前辈是从哪位长老手中得到，我真的不知道。公孙泪雨连连摇头，不说那就别想好过。宋允冷然一笑，随后威压落下，那公孙泪雨便惨叫连连。此时的公孙泪雨除了惨叫，便只能求饶。看那个样子，他是真的不知道那个长老是谁。而无论公孙泪雨如何求饶，宋允也没有停手的意思。这感觉，可突然间，宋允神色一动，看向远方，在石门内，明明没有释放武力，居然还是被发现了。宋允眉头紧皱，随后看了一眼那已经被他打成重伤的公孙泪雨，似是做了决定，饶你一条狗命。宋允此话说完，便从怀中拿出一块玉石，玉石浮现之后，顿时光芒闪烁，紧接着一道结界门便浮现而出。宋允踏入结界门之后，结界门也是消失不见，而宋允身影再度出现之际，已是运雾森林之外。真是的，干嘛对那修罗藏地那么感兴趣？帮我找到按摩你都没事，可别因为参加招亲大会，死在公孙家那些狗东西手中。宋允看着运雾森林的方向嘀咕了一句，随后便转身准备离开。小友就这样走了的话，可不太好吧？可谁曾想，一道老者的身影却出现在了宋允的身后，而这个老者正是先前在修罗藏地外告知楚风参加招亲大会，可能有机会靠近修罗藏地的那位老者。这位老者的实力深不可测，可是看到这位老者，宋允却是微微一笑。云空前辈，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不认得我没关系，这个你可还认得？宋允说话间，从乾坤袋内取出了一块令牌，看到那令牌之后，那老者的脸色顿时有所变化。运雾森林外已经没有了宋允与那位云空长老的身影，他们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长大了，的确认不出来了。你母亲近来可好？那云空长老对宋允问道。此时的态度与先前发生了极大的差别。如果说先前是高高在上的冷漠对待，那么此时的云空长老看宋允的目光更像是一个和蔼的前辈，看待自己欣赏的后辈。我母亲还是老样子，倒是前辈您，我看您现在似乎很受黑煞老魔的器重啊。此话刚出，宋允似是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于是赶忙捂住小嘴改口道：不对，应该是黑煞大人才对。嘿嘿，无碍，毕竟咱们是自家人，在我面前也不用过于拘束。本来我还想是谁有那么大本事，能够在黑煞大人的阵法里使用武力，若是你的话，倒是完全可以理解了。东方云空笑道：可是前辈，既然已经被发现了，您若这样放我走，会不会连累您？宋允问道。他知道破坏黑煞老魔的规则，这乃是一项大罪，若是他就这样离开，可能会牵连东方云空。无碍，我就说没有抓到你就行了。你有在阵法内使用武力的本事，就算能够躲开我的追踪，也不稀奇。况且他们肮脏的事情都做了，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东方云空说道。前辈，看来你也知道公孙家小辈拿到内部卷轴的事情，您居然没有阻止，这好像不是您的性格呀。宋允有些惊讶地看着东方云空，此一时彼一时，有的时候若想在一个地方生存，就只能融入他们的圈子。东方云空说此话的时候，虽然看似没什么，可是嘴角的苦笑还是让宋允意识到，在这里的生活他并不如意。前辈，这样的圈子与你性格不符，何必如此为难自己呢？宋允问道。我欠黑煞大人一个恩情，这个恩情自然要还。雨儿，若是没有其他事，你就先离开吧，我要赶紧回去，不然也是不好交代。东方云空说道。前辈，能否帮我一个忙？宋允说道。什么忙？你说便是。东方云空问道。请前辈帮我关照与我同行的那个人。宋允说道。那个修罗界灵师吗？看来他与你关系非同一般啊。你放心，我会尽量关照他的，只要他不进入修罗藏地，我定会保他安然。但是若是进入修罗藏地，那他的命就只能靠他自己掌控了。东方云空说道。前辈，难道这次招亲大会后面的考核会与修罗藏地有关吗？他们真的要进入修罗藏地？宋允眉头微微皱起，修罗藏地的凶名可不是开玩笑的，他是十分不希望楚风进入那个地方的。黑煞大人有这个安排，只是具体如何安排的，我也并不知晓。你若不想让他进去，回头我可以劝一下他。东方云空似乎看出了宋允对楚风的担忧，算了，他若要进去，就让他进去吧，我总不能掌管他的决定啊。前辈，今日多谢了，那我就告辞了。宋允对东方云空抱了抱拳，随后便准备离开。雨儿，见到你母亲，麻烦帮我带句话，她对我恩情，我东方云空始终铭记于心，若是需要，哪怕赴汤蹈火，只要她一句话，我东方云空也绝不犹豫。东方云空说道。前辈放心，此话我必会带到。宋允微微一笑，便转身离去。运雾森林之内，那座石门之中，楚风已经来到了这结界门的最深处，并且花费一段时间后，楚风也是顺利掌控了主阵法。虽然掌控了主阵法，但楚风的心中却仍有着一丝疑虑，他总觉得这一切太顺利了，顺利的有些出奇。如果说他凭借天眼占得先机还算情理之中的话，可掌控主阵法这么久的时间，居然没有其他人发现这道结界门，就不太合理了。毕竟公孙家的那3位天才可都是龙变4重的界灵师，以他们的身份，就算观察手段不如自己，可也必然不会相差太多才是。忽然之间，这主阵法开始震颤起来，随后一道结界门便开始浮现形成。结束了吗？另外2道结界门也被掌控了。看到这结界门的形成，以往的经验告诉楚风，这争抢招亲大会名额的考核似乎已经到了尾声。果不其然，当那结界门彻底形成之后，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覆盖着那结界门，只有楚风这座阵法的掌控者才能够踏入结界门。楚风没有犹豫，直接踏入了结界门之中。可是踏入的瞬间，楚风就走了出来。只是当楚风走出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离开了运雾森林，来到了运雾森林之外。而在他的面前，不仅有先前镇守运雾森林入口的长老们，还有诸多界灵师后辈。只是那些界灵师后辈看到楚风之后，表情却是一言难尽，震惊、难以置信等情绪纷纷浮现在那些人的脸上，就连此处的长老也是同样如此。不过楚风却并未太过在意这些，而是看向周围，因为在他的左右两侧还有着2道结界门，且自那结界门内也有2道身影走了出来。只是看到那2位之后，就连楚风也是感到了些许意外。毋庸置疑，从这3道结界门内走出的便是通过考核的人。可是眼下
包括楚风在内的3个人之中，却并没有公孙家在内。站在楚风左边的是一个身穿布衣的男子，他名为夏言；而站在楚风右边的是一个身穿紫衣的男子，这个男子长得有点娘，名为萧玉。他们2个是在楚风之前踏入运雾森林的人，他们报名的时候，楚风也有注意到，但楚风那个时候也如旁人一样，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只是单纯的佩服他们的勇气。可现在才意识到，这2个人竟然能够与他一样通过考核，那就必然有着过人之处。大人，是不是出问题了？难道这3个人就是通过考核的人吗？众人感到不解，在他们看来，这3个名额应该是公孙家那3位天才的，就算出现一点变化，最多也就是由尹天仇取代。可眼下这3个人，对于一小部分人而言，起码还见过，但实际上那些提前进入运雾森林的人，更是连见都没见过。在他们眼里，这3个就是小角色，他们怎么可能从公孙家3位天才手中拿到这个名额呢？而就在众人猜测不断之际，一道耀眼的光华覆盖运雾森林之外的地面，紧接着一道道身影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在了那片土地之上，那些都是进入考核第2轮，但眼下却被淘汰的身影。此时，人们的目光开始投向那片被传送阵法覆盖的土地。倘若说公孙家的3位天才真的出现在了那里，那就说明他们真的是被淘汰了。真的被淘汰了吗？很快，众人便发出了一阵惊呼，因为一道他们熟悉的身影出现了，那就是公孙家的天才之一公孙青阳。公孙青阳不仅出现了，脸色还很不好看，一脸愤怒地看向了远处的3道结界门，最终目光锁定在了夏言的身上。而那夏言看到公孙青阳之后，不仅面露笑意，还冲着公孙青阳挥了挥手。2人这个对视，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情况，他们2人在那运雾森林之中很可能有过交手，而且看这个架势，那胜者很可能是那个叫做夏言的家伙，是公孙天昊。他人群又是一阵惊呼，是公孙家的3位天才之一公孙天昊出来了。此时的公孙天昊衣衫有些破损，但并没有皮外伤，可是嘴唇惨白，面色发青，那个样子明显是受了伤。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公孙天昊出现后，对着那萧玉怒声问道，他的声音之中不仅充斥着怒意，甚至人们还能感觉到寒意。很显然，这公孙天昊的伤就是那个萧玉所为，不然这公孙天昊不会对他含有如此大的敌意。萧玉，而那萧玉也是一个狠角色，他面无表情，淡漠地说出了萧玉这2个字。他此话一出，人们再度看他的目光也都是有了变化。公孙天昊这种场合问他名字，多半就是想要报复啊。可他如此淡定地给予回答，这说明了一件事，对于底蕴雄厚的公孙家，他并不怕。而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人们恍然间明白，公孙家的3位天才不是没有找到结界门，而是在找到的情况下，分别被此时通过考核的3人击败了。那么既然公孙青阳和公孙天昊分别被那夏言以及萧玉击败，也就说明公孙泪雨是被那站在中间的家伙击败了。于是众人目光开始变得期待，他们都想看看公孙泪雨被传送出来后会是怎样的表情。终于，万众瞩目之下，公孙泪雨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只是公孙泪雨出现之后，众人却没有发出惊呼，反而是憋着一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因为相比于公孙青阳和公孙天昊，这公孙泪雨可就太惨了。现在的他几乎已经不能说是人，更像是一滩肉，那伤的简直惨不忍睹。若不是被鲜血淋湿的衣衫还在，人们可能认不出来这是公孙泪雨。泪雨见到公孙泪雨这个模样，公孙青阳和公孙天昊赶忙跑了过去，先是取出丹药，随后又喊镇守此处的长老帮忙。可能是公孙泪雨身份特殊，所以负责看守此处的长老倒也没有袖手旁观，赶忙上前帮忙医治。好在公孙泪雨的伤虽重，但并没有危及性命，这倒是让人松了一口气。可是公孙青阳和公孙天昊却显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我要宰了你！2人同时将那凶狠的目光投向了楚风。喂，可别冤枉人，他弄成这个样子，可与我无关。楚风说道，虽然不怕事，但也不能平白无故的被人冤枉，这没做过的事情，楚风自然不会承认。妈的，敢做不敢当！公孙青阳和公孙天昊愤怒不已，说话间便拔出兵刃，是想直接对楚风出手，为那公孙泪雨报仇。住手！只不过他们的兵刃刚刚拔出，便有一声充满威严的老者声音响起，紧接着2道苍老的身影也是从天而降。看到这2位之后，无论是镇守此处的长老，还是前来参赛的小辈，皆是赶忙施以一礼。这2位老者，一个是先前楚风见过的东方云空，另外一位则是身穿戒灵长袍、白发苍苍、面容和蔼可亲的干瘦老头。而这个老头名为周火风，既然来参赛，就要做好受伤的觉悟，技不如人已经够丢人了，还要继续丢人吗？那周火风出现后，看了公孙青阳和公孙天昊一眼，而这2位天才虽然依旧怒火冲天，可是却也是收敛了一些，至少将手中的兵刃收了起来。见此情形，在场的众位再度看向楚风3人，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不屑和怀疑，尤其是看向楚风，人们眼中更是涌现出些许畏惧。敢将公孙泪雨打成这个模样，那绝对是一个狠角色。当东方云空和周火风出现之后，原本有些骚动的此处也是得到了控制，至少连嚣张的公孙家天才也是不敢太过放肆。老夫宣布，此次获得招亲大会名额的分别是夏言、萧玉以及东方云空。手握卷轴，开始宣布结果。只是念到楚风的时候，他稍微迟疑了一下，看了一眼楚风后，才说道：“以及来自祖武天河的小友楚风。”东方云空此话落下，顿时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在这里的人之中，大部分都不认识楚风，他们对楚风并不了解。本来以为楚风3人都是来自某些隐士高人的弟子，可是当得知楚风乃是来自祖武天河之后，这可就有些超出人们意外了。毕竟在九魂天河这些人的认知中，祖武天河与弹丸之地没有太大区别，那里是一个修武境界以及修武人才都极为落后的地方，这就是一种鄙夷的心态。因
因为知道比自己弱，所以根本懒得去了解。虽说祖武天河的确是不如九魂天河，可是在这些人的眼中，祖武天河远比实际情况要弱得多。就是这种认知下，当得知楚风是来自祖武天河之后，他们必然会感到震惊。这种感觉就像是城里的一场炫富大赛，忽然杀出了一个从小山村走出的家伙，并且还用金钱力压城中富豪的感觉一样。而这些自认为有钱的家伙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其实更多的是有一种不爽，他们觉得输给山村中的家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耻辱。还有一件事，这场考核虽可以交锋，但却不可以杀人。可此次考核之中，却有不少人命丧其中。现在我公布不幸遇害的名单，若是有人能够提供线索，会有奖励，而凶手将会受到严惩。紧接着，东方云空便开始宣读那些死亡者的名字以及来自的地方。为了方便有人提供线索，还详细的描述了那些死亡者的样貌。可是，在场之人却很少有去认真听这些东西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无聊的环节。武者世界，弱肉强食，任何考核只要是离开了主办者的视线，都会有伤亡发生，死人那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种在人们看来极其无聊的环节，却因为一个名字的宣读而发生了转变。九魂天河活阎罗弟子尹天仇，尹天仇也死了，是谁做的？人们十分震惊，尹天仇的身份和实力都不应该出现在这死亡名单之上。可眼下他当真死了，人们的目光便不由得落在了公孙家那3位天才以及楚风这3位胜利者的身上。综合来看，能够在玉木森林内杀掉尹天仇的人，似乎就只有这6个了。你们他妈的看我干什么？我都没有遇到过那尹天仇。忽然，公孙天昊怒吼一声，他看似是愤怒，实际上却是在澄清，尹天仇不是好人，而尹天仇的师尊更不是什么好人。那个家伙，就算是公孙家也不愿意招惹。这些便是不幸的遇难者，不管来自何地，是何身份，都是一条生命。杀害他们的人，理当受到严惩。若是有谁有线索，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予奖励。东方云空将这些死亡者的身份信息宣读之后，又强调了一遍。可人们根本不关心其他人，只关心尹天仇。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谁杀了尹天仇，都是因祸上身。毕竟那火阎罗可不是一个小角色，那个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实力滔天的疯狗。而伴随着这份名单的宣读结束，这场考核也正式落幕。楚风3人在东方云空以及周火风的引路下，前往了藏地世界的深处。那里有着一座巨大的城池，而在城池的中心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都是有些名气的界灵师，其中也不乏一些身份超然的人物。但若要说身份最超然的，自然是坐在这广场主座那位。这是一个身材高挑但体型极瘦的老头，老头一袭黑衣，将自己包裹得很是严密，可那露出的部分，无论是脸庞还是手掌，都是有些骇人。他是真正的皮包骨，若不是还有一层皮，说他是一个骷髅也不为过。尤其是他连鞋子都没有穿，无论是那修长的大脚，还是干枯的手掌上面，都有着如同野兽一般尖锐的指甲。不过说到吓人，最可怕的还是他那双眼睛，那好像不少人的眼睛，简直比凶兽还要可怕。而他便是这藏地世界的主人黑煞老魔。眼下这些人都在等待着通过考核的3人到来。只要通过考核3人到来，这场招亲大会的比拼将会正式开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场之中却有一伙人胸有成竹，那便是公孙家的人。因为诸葛家拒绝了黑煞老魔的缘故，剩下的4份邀请函也都落到了公孙家的手中。现在公孙家已经有7个名额在手，而在他们看来，那剩下的3个名额也是势在必得。此次招亲大会，他们公孙家将独占10个名额，这份荣耀必然会让他们公孙家名声大噪。来了来了！忽然，人群骚动起来，这些有身份的人物们也是纷纷抬头，同时将目光看向相同的远方。只是目光锁定之后，他们的情绪却或多或少有些起伏。难道那3位是通过考核的人吗？那来的正是楚风、夏言以及萧玉3人。在东方云空以及周火风的带领下，他们顺利的来到了城池中心。东方云空和周火风落下后，直接宣布了楚风3人的身份，谜底彻底揭晓。楚风3人正是通过考核拿到招亲大会3个名额的人，这可让公孙家的这些人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毕竟先前的他们还对这3个名额势在必得，尤其是眼下幸灾乐祸的人可是不少。他们都已经提前知道诸葛家的人没有来到此处，在诸葛家不在的情况下，旁人也觉得公孙家很有可能独占10个名额。可现在的结果却是让人们有些出乎意料的，就连黑煞老魔都是有些忍不住笑着叹了一声，有点意思。既然人都凑齐了，就开始吧。黑煞老魔此话说完，东方云空和周火风便立刻退场。紧接着有7道身影从看台站起身来，来到了楚风等人所在的广场之上，与楚风3人并列站成了一排。都是公孙家的人吗？看到这7个人，夏言小声嘀咕了一句，而他的这句话其实也是楚风想说的。之前明明听说诸葛家4个名额，公孙家3个名额，但现在来看，似乎诸葛家并没有出现。其实楚风之前还在想，为何公孙家的人参加了玉木森林的考核，可是诸葛家的人却连个影子都没有。现在再看，他已经知道诸葛家似乎并没有来，只是为何没有来，这却是一个问题。我的宝贝孙女，你出来吧，你的未来夫婿可就在这其中呢，你不想先看一眼吗？黑煞老魔此话一出，便有一道身影从天而降，那是一名女子。相对其他女子，她的穿着相对暴露一些，不仅修长的大腿露了出来，就连雪白的蛮腰也露了出来。虽然这件裙摆有些暴露，但却也非常之美，并且将这位女子的姣好身材完美的展现而出。那雪白的肌肤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是在发光一般，再加上那近乎完美的身材，楚风竟然听到旁边有人在吞口水的声音。楚风知道这吞口水的是3个人，一个是夏言，另外2个则是公孙家的一个胖子，还有一个皮肤黝黑的瘦子。只是看到身材就直吞口水，这让楚风有些感叹，这些人的不争气虽然身材也很重要，但其实楚风更看重的是脸蛋。只可惜这女子身材虽好，只是楚风最看重的脸蛋却被遮盖了起来。她的脸上戴着一个带着白纱的斗笠，斗笠很美，将她
衬托的有些神秘，只是斗笠却也很是特殊，将她的容貌遮盖得严严实实，就连楚风也是看不到她的真实容貌。尽管脸蛋看不到，可是只是这身材就已经让人颇为满意。至少在场的10个人之中，至少已经有8个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至于另外2个，便分别是楚风以及萧玉。几位公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邱雨林，希望接下来几位公子能够好好表现，因为你们的成绩将关乎我未来嫁的会是怎样一个人。那叫做邱雨林出现之后，便做了自我介绍。其实不用他介绍，人们也知道她必然就是黑煞老魔的孙女，所以人们根本没有太过注意她的自我介绍，反而只是注意到了她的声音是如此的悦耳，如此的好听。大美女，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听到这个声音，夏言又连吞了2下口水，嘴角更是有着难以掩饰的笑容，一口大牙都是露了出来。本来楚风没想理会这夏言，可谁曾想楚风看他的时候，夏言却也是看向了楚风。我说兄弟，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该不会不是男人吧？夏言很是惊讶地对楚风问道。当然，这夏言也很聪明，这话乃是暗中传音说的，你旁边的也没反应，你怎么也不问问他是不是男人？楚风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问道。说话的同时，看了向了夏言身旁的萧玉。夏言看向了身旁的萧玉，因为是暗中传音，所以楚风并不知道夏言对萧玉说了什么，只看到萧玉转过头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那种眼神分明是在警告他别再乱说话。嘿嘿，开个玩笑嘛。夏言嘿嘿一笑，丝毫不以为然。只不过这句话他是直接说出来的。几位小友，你们也看到了，我这位孙女可不仅是我的宝贝，而是任何一个男人看到都想要好好呵护的宝贝。但你们很幸运，你们将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宝贝，只不过这最后的机会能不能够把握得住，还要看你们真正的实力。我的孙女可是不会嫁给废物的。黑煞老魔笑眯眯地对楚风等人说道。别看这黑煞老魔长得像个老怪物，但这个家伙并不冷漠，反而十分爱笑。而黑煞老魔此话说完后，便立刻有几位长老纵身而起，来到了楚风身前的广场之上，联手布置了一座特殊的高台。看着那微光闪闪、华丽无比的高台，楚风的心中则是有了几分忐忑。这就开始了吗？难道我与修罗藏帝是要错过了？楚风心中叹道。楚风与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是冲着这位大美女来的，但楚风不是，楚风只是想看看修罗藏帝。倘若能够顺利看到修罗藏帝，楚风便会弃权直接走人。可现在的情况似乎与楚风想象的不同，他们似乎要直接进行比拼了。前辈，您之前不是说拿到招亲大会名额可以靠近修罗藏帝的吗？无可奈何之下，楚风只得暗中传音于东方云空，他想知道一个结果，只是他却依旧忐忑，因为途中他已经暗中询问过东方云空，可东方云空并没有给楚风回答，因此楚风对于这一次的询问也并没有抱有太大的期望。他已经做好了决定，若是东方云空还不回答，那他就干脆放弃，他可不想白白的挨上一顿毒打。你对修罗藏帝就如此感兴趣？然而令楚风意外的是，这一次东方云空居然回话了，虽然也是暗中传音，但他的确给予了回应。前辈，实不相瞒，我对招亲大会本无兴趣，我抢夺这个名额正是因为前辈您告诉晚辈，拿到名额有机会靠近修罗藏帝。前辈，晚辈对修罗藏帝的确很感兴趣，前辈能否告知晚辈，我到底有没有机会靠近修罗藏帝？楚风也没有隐瞒，而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东方云空并没有立刻回应楚风，但过了一会后，他终究还是开口了。那你就尽力往下走吧，只有表现出足够的实力，才有机会靠近修罗藏帝。但老夫提醒你，那可能是好事，但也未必是好事。修罗藏帝不同于其他遗迹和显帝，曾经与你一样对他抱有好奇的人数不胜数，但多数都因他而死，所以你最好还是三思。东方云空话到此处，便不再给予楚风回应。尽力走下去吗？若是考核还好，若是笔试，我也没办法走下去吧。楚风觉得在场之中只论结界之术，在他实力之上的人应该不在少数。若是笔试结界之术的话，以他现在的实力，他必然要败。但若是考核，也许还能寻得一线希望。就在楚风担忧之际，那高台也是彻底布置完毕，黑煞老魔也是随之开口：诸位小友，接下来你们将通过一场考核，考核的最终胜者不仅能够娶到我的孙女，还有老夫的一件大礼放在那终点的位置。接下来的考核只能使用结界之术，也可召唤界灵，但绝对不能使用武力。而考核之前，你们需要进行一下测试，让老夫知道你们界灵之术的真正实力。话到此处时，黑煞老魔将目光投向了公孙家的一位小辈身上，那是一个面容英俊、气质不凡的男子。若论形象的话，这一位绝对是公孙家7位天才中最好的一位。当黑煞老魔的目光投过去的时候，在场的其他人也是露出了一些期待的目光，他们对于这个英俊后辈似乎都是满怀期待，又或者是好奇。当然，这个测试只是老夫个人的兴趣，无关你们后面的考核成绩。咱们界灵师终究与修武者不同，境界虽然很重要，但未必能够代表就一定可以取得最好的成绩。就从这边的小友开始吧。黑煞老魔的目光看向了萧玉，眼中同样涌现出了一抹期待的目光。而萧玉也不犹豫，先是对着黑煞老魔施以一礼，随后便身躯一跃，落在了擂台上。当萧玉落下之后，脚下的高台之上便立刻闪烁大盛，紧接着一道如龙一般的光芒体便自其脚下升起，围绕着他旋转了起来。果然，这高台是有着与显龙石一样的功效，可以测试出界灵师的真实实力。而这萧玉的实力自然不止如此，第一条光龙之后，又连续有3条光龙涌现，龙变4重，这便是萧玉的实力。当他测试结束之后，广场四周的看台之上也是响起了一阵感叹的声音。龙变4重，这个实力的确有资格击败公孙家的天才，只是因为萧玉是他们所不熟悉的陌生后辈，所以他们才会感到惊叹。
看，同时对萧玉也是多了几分好奇。萧玉之后，夏言也是登上了高台，而夏言的实力与萧玉一样，也是龙变4重，可能是经历了萧玉的测试。虽说大家也都很认可夏言的实力，但那看台之上却也没有再想起最初的惊叹。许多人只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但夏言跳下高台之后，就轮到了楚风。楚风有些尴尬，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为了靠近修罗藏地，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登上这高台。楚风刚刚落下，一道耀眼的光龙便窜了出来，紧接着第2道光龙也窜了出来。看台之上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人们在等待着第3道光龙，甚至是第4道光龙的出现。可是人们等了许久，那第3道光龙并没有出现。正当人们四目相对，怀疑那高台的测试功效是不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楚风却是对着黑煞老魔以及看台的各位戒灵大师们抱了抱拳，随后便跳下了高台。当楚风离开之后，人们才忽然反应过来，刹那间人群中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那动静比萧玉的测试还要大上许多。这个家伙该不会只是龙变2重吧？所有目光都看向楚风，且目光颇为复杂。对于这样的目光，楚风只是能回以大家一个善意的微笑。我擦，兄弟，你该不会只是龙变2重吧？夏言张着大嘴看着楚风，他直接说出了其他人很想问出的话。楚风点了点头。楚风起初是有些尴尬的，但当他的实力真的被大家发现后，楚风反而不尴尬了。可能是因为楚风本身就是个脸皮厚的主吧，他竟然觉得自己的实力能让大家有如此反应，反而十分有趣。但其他人可就不这样认为了，他们都想不通楚风这样的实力是怎么拿到这个名额的。兄弟，你是怎么进来的？你该不会是走后门了吧？你是黑煞大人的亲戚吗？夏言这个家伙还真是什么都敢说，毫不忌讳地问了出来。嗨，可能是运气吧。楚风说道。放屁，那种考核怎么可能靠运气混进来？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快从实交来。而公孙家的人更是极为不爽的看向了楚风，他们的语气可不是玩笑，也不是询问，而是审问。毕竟楚风若是真的混进来的话，那也就等于楚风挤掉了属于他公孙家后辈的名额，这便是他们不爽的缘由。混。楚风淡淡一笑，这才说道：“你这是在质疑黑煞大人的洞察力吗？”公孙家的天才脸色变得铁青，他本来是想针对楚风，替那被淘汰的公孙家天才出口恶气，不曾想楚风这个家伙不仅不惧他，反而是把黑煞老魔扯了进来。黑煞老魔何等人物，他哪里敢质疑黑煞老魔？此时他突然后悔了，后悔这样去质问楚风，搞得他的把自己套了进来，境地很是尴尬。专心考核，不要多言。忽然，一道老者的声音自公孙家的人群之中响起，那是一个满头白发，但却身材壮硕、威严更是十足的老者。他乃是公孙家的家主。这位公孙家家主看似是在斥责那位公孙家的天才，实际上是在替他解围。无碍，年轻人嘛，想什么就该说什么，就是这样才有年轻人的样子。黑煞老魔笑了笑，他并没有丝毫的介意。随后这场测试也是继续，公孙家的7位天才已经有6位踏上了高台，而他们的实力并没有楚风想象的那么强横。这6位天才，其中3位是龙变4重，而另外3位则是龙变3重。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公孙家故意派出3位实力较强的天才去玉木森林抢夺名额，只是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们派出去的3位天才竟然全部失败而归，这便使得他们公孙家白白浪费了3位龙变4重的戒灵师。终于，公孙家的第7位天才登场了。当他跃身而起那一刻，楚风注意到看台上那些老一辈强者的目光都是有了变化，那是极为期待的目光。连续5条符咒光龙浮现而出，那位的实力已经显现，他竟是一位龙变5重的戒灵师。龙变5重，那可是堪比一品武尊的力量，不愧是公孙云天，居然已经龙变5重。楚风身旁的夏言感叹道：“哦，他就是公孙云天吗？怪不得。”楚风也是忍不住小声感叹一声，因为他终于知道众人为何如此期待此人登上测试高台了。宋允曾告诉过楚风，9魂天河的戒灵师之中有2位实力极强的天才后辈，分别是诸葛家的诸葛飞鸾以及公孙家的公孙云天，只是他们2个皆是闭关多年，想不到这公孙云天不仅出关了，实力更是达到了龙变5重的地步。龙变5重这个实力足以傲视群雄。此时楚风心中感叹，还好他对黑煞老魔的孙女没有兴趣，否则看到这公孙云天的实力，简直令人绝望。兄弟，你该不会连公孙云天都不认得吧？夏言一脸惊奇地看着楚风，虽然楚风是小声嘀咕的，但还是被这个家伙听到了。想起来了，你是祖武天河的，但哪怕是祖武天河的，身为戒灵师，你也太无知了吧？兄弟，你这样可不行啊，你这属于有点井底之外了呀。夏言一边哈哈大笑，还一边拍着楚风肩膀，他的这些话是光明正大说出来的，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当人们得知楚风居然连公孙云天都不认得后，一时之间各种复杂的目光也是开始落在楚风身上，尤其是公孙家众人的目光更是极其的不悦，这让楚风很是无奈。这个家伙分明就是在给自己拉仇恨啊！云天小友，不愧是我9魂天河戒灵师的优秀后辈，不过你可不要觉得你是龙变5重，这场招亲大会就势在必得了。老夫为你们准备的这场考核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黑煞老魔此话说完，手臂一抬，一道金光便冲天起，光芒越来越耀眼，覆盖面积也是越来越大。原来那是一座遮天蔽日的巨型宫殿浮现而出，居然是千变幻宫，这可就有趣了。看着那遮蔽虚空的宫殿，楚风身旁的夏言也是感叹出声：“这位兄弟，这个千变幻宫为何物？”楚风好奇地问道。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这千变幻宫有所了解的话，绝对不会是一件坏事。我就说你是井底之蛙吧，居然连黑煞大人的宝物都不认得。你想知道，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不过我可不能白白的告诉你，我有一个条件。那夏言笑眯眯的说道。条件？楚风感觉莫名其妙，只是询问一下，居然还要谈条件。虽然觉得这夏言有些奇怪，但楚风还是问道：“你说说看，兄弟，我们联手吧。”夏言这句话乃是暗中传音，更新通知，更新延迟到明天早上9点，明早9点一定更新。联手当然可以，
楚风不假思索便直接给予了回答：“你都不考虑一下的吗？”见楚风如此爽快，夏言反而张大了眼睛，感到有些意外。我只是龙变2重而已，但你却是龙变4重，有大腿可以抱，当然要抱得紧一点。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不仅笑得人畜无害，更是一脸的真诚。兄弟，果然够爽快。既然如此，那我们可就联手了。记清楚，是咱们3个联手。夏言说话的时候，看向了身旁的萧玉一样，萧玉也顺势看了一眼楚风。很显然，萧玉也已经同意联盟，但楚风可以从萧玉的眼神中看出来，他真正想联盟的人其实只有夏言。对于楚风，他没有任何期待可言，反而有些嫌弃。但楚风根本不在乎萧玉对他的看法，楚风已经感受到了公孙家那些后辈对他的敌意。准确来说，公孙家的后辈对楚风以及夏言还有萧玉3人都有敌意。这种情况下，他们3人联手也在情理之中，否则真的开始考核之后，公孙家的后辈若对他们出手，那他们可真就是毫无还手之力了。虽说哪怕他们联手，也是难以抗衡公孙家的后辈们，毕竟公孙家还有公孙云天那种可怕的家伙，龙变5重，堪比一品5尊的力量，在场的小辈之中谁能抗衡？可至少他们联手还有一线生机，毕竟只要不碰到公孙云天的话，公孙家的其他天才他们不仅尚可一战，甚至还会有优势。在楚风答应联手之后，夏言也是言而有信，为楚风讲述起了关于这千变幻功的一些来历。这千变幻功乃是一件秘宝，它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件秘宝内是隐藏着诸多好处的，这里面隐藏着诸多与界灵师有关的宝物和机遇。所以如果这考核之地是千变幻功的话，那么对于他们这些界灵师而言，可以算得上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如果真的运气够好，在这里面找到了难得的好东西，那就算这招亲大会落败，也算是没有白来一场。得知千变幻功竟是如此好地方后，楚风的内心也是有些窃喜。以内只要是蕴藏机遇的地方，楚风基本上都不会空手而归。当然，楚风与夏言这些对话皆是暗中传音，所以公孙家的人并不知道他们3人已经决定联手之事。而在他们交谈之际，那黑煞老魔则是单手捏诀，而另一只手对准千变幻功，强大而磅礴的结界之力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千变幻功之中，那千变幻功也是随之微微的颤动起来。在他的催动之下，千变幻功的大门缓慢地开启，并且楚风注意到，在黑煞老魔的脸上竟然涌现出了一些汗珠，虽然没有挣扎的表情，可那些汗也说明了黑煞老魔的吃力。虽然楚风不能确定黑煞老魔的具体实力，但却能够通过他释放的结界之力感受到他的强大，至少他的实力在当今圣光天河无人可比。可就是这样强大的存在，只是开启这门竟然就如此吃力，这让楚风对这千变幻功也是有了新的看法。喂，夏言兄，这千变幻功不是黑煞老魔的秘宝吗？怎么他开启的时候好像也不轻松？楚风对夏言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怎么可能轻松呢？千变幻功虽归黑煞老魔所有，但这件秘宝是有独立性的，黑煞老魔并没有太多的掌控权，他们之间更像是对等的交易。据说黑煞老魔都需要每日向千变幻功内灌输大量的结界之力，持续灌输30年，才可以让这千变幻功开启一次。夏言说道：“30年，居然如此麻烦。”楚风十分惊讶，那黑煞老魔为何要将这个机会给我们，而不是自己使用呢？楚风感觉有些蹊跷。这黑煞老魔虽然一直笑容满面，看似随和，可他必然不是真的随和之人，否则就不会有黑煞老魔这个凶名了。这种人怎么会平白无故的给楚风这些外人如此好处？兄弟，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首先，这千变幻功开启之后，只有小辈可以踏入其中，黑煞老魔纵然再厉害，也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那里面的好处注定与他无缘。接下来的嘛，也是最重要的，不过没有证实，只是听闻。说来听听。楚风十分好奇地问道：“我听闻，只要有小辈在千变幻功内拿到宝物，或者是有所收获，那千变幻功内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这股力量会给黑煞老魔带来极大的好处，据说能够提升他的结界之术。”夏言说道：“也就是说，这千变幻功其实是用来修炼结界之术的秘宝，但想要激活它，就需要有小辈进入里面，从中得到一些收获才行。”楚风确认性地问道：“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后面的只是听闻，黑煞老魔从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对外，他一直都宣称开启千变幻功是为了给予九魂天河后辈一些机遇，是为了天河着想。但是你看看这个老家伙长的模样，他像是那么好心的人吗？”夏言说道。对于这句话，楚风只是笑了笑，他觉得夏言说的比较合情合理，因为黑煞老魔的确不像是一个好心人，但如果有小辈在千变幻功内得到好处后，黑煞老魔也能够得到好处的话，反而解释得通了。过了足足半个时辰之后，那千变幻功的大门才彻底开启。彻底开启之后，浮现而出的乃是一座巨大的结界门。诸位小友，对于老夫这千变幻功，相信你们也是有所耳闻。关于这个好东西，老夫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老夫今日把话放在这里，你们进入千变幻功后，若是遇到任何宝物，只要你们有那个能力，都可以去拿，拿到了就归你们。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们，进入千变幻功以后，你们可以各显神通，但不可以互相攻击。其他地方我不管，但在这千变幻功内，老夫希望你们和平相处。倘若有人攻击你们，你们出来后可以告诉老夫，老夫会直接淘汰他的名额。另外，你们之中只有率先从千变幻功内走出的5个人，才能够进入下一轮考核。所以你们要把握这次机会。前辈放心，我辈定会听从前辈嘱咐，且尽力而为。公孙家的7位天才同时施礼表态。见状，楚风和夏言3人也是纷纷表态。其实他们是最希望能够在里面和平相处的，但他们也都知道公孙家的人未必会那么乖巧。好，
机会提供给你们了，能拿到多少，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黑煞老魔挥了挥手，而他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公孙家的7位天才便同时动身，纷纷御空而起，进入了千变幻功之中。兄弟，拿着这个进去以后不要乱动，等我来找你。就在楚风准备动身之际，夏言却悄悄地将一张符纸塞给了楚风。楚风不用看，只是用精神力感应，便知道这符纸的作用。这是一张定位符，并且是特殊的定位符。这种定位符不是永久性的，它的有效时间会很短，可是它的效果却很好。给过楚风定位符之后，夏言便御空而起，与萧玉纷纷踏入千变幻功之中。此时就只剩下了楚风一个人还站在这里。楚风能够感受到所有目光都落在了楚风的身上，只是那种目光却都不是什么好的目光，更多的是一种等着看楚风笑话的眼神。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楚风抱以期待，都觉得楚风是一个笑话，但楚风却不以为然，淡淡一笑，便也御空而起，直接穿过那巨大的结界门，进入了千变幻功之中。只是当楚风进入此处之后，在他的面前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他自己。回头观望，那巨大的结界门也已经消失不见，他的身后只是巨大的墙壁，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楚风却并没有感到意外。当夏言将定位符给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穿过那结界门之后，他们将会被分散开来。